大家晚上好啊！我们是不是迟到了1分钟？今天确实有点手忙脚乱。来了来了啊！欢迎，让我把这个稍微的别一别，那就这样吧。又是一周一次的老范读评节目啊！有人已经去送孩子了啊！这个蹲个沙发点点赞，欢迎欢迎，这个还是非常非常欢迎的。然后，这边对。我要去推还没发呢啊，稍微等我，再等个1分钟啊，我这里还有一些事情要稍微处理一下。哎，今天这个网怎么回事？走你！稍等稍等。发帖，然后 Discord。好，我们来开始今天的老范读评。已经有17个朋友在这儿等了啊，感谢！来的朋友可以先帮忙点个赞吧，这个不胜感谢啊。第一条 ，AI 会取代白领吗？未来是领域专家的天下。有人说了啊，我算个资深程序员吧，有了 AI 我反而更忙了。以前有许多想做的事情，比如性能改进啊，帮助查错的小工具啊，都不做。光忙着交付新功能就搞死你了。现在脑子里的想法同时开了几个窗口，让 AI 给我实现，时不时过去监管一下，再提点新需求，玩的不亦乐乎啊！我一直认为软件有太多太多的事情要做了，只是不能在一定代价内实现。现在这个代价已经大大降低了啊，关键是如何适应和利用这种巨大的范式转变。我最近选的模型也是 Opus 4.6啊，这是有钱人，我喜欢它的透明度。这位朋友呢说的特别特别好啊，就是有很多东西以前我们是想做但是做不了，现在呢可以做了啊，因为成本下降了。但是，真正觉得说，哎，这个事儿我想做的人其实是很少数的啊。很多人都是说，哎，老板让我做了啊，或者说这事儿我非做不可，我就去做啊。只要是没有人逼着我做，我就坚决不做啊。我为什么要多想一步呢？其实这些人才是大多数啊。这个你要觉得，哎呀，有工具了，我要这个也要做一下，那个也要做一下，这可能就是未来能够成功的一批人。而原来那些就是很被动的劳动者呢，估计会经受一些挫折吧，大概也就是如此了。所以呢，我建议大家都向这位朋友学习啊，就是现在有 AI 工具了，我们好好去思考一下，哎，我原来用的这个东西是不是有提升的机会，是不是可以稍微的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建议大家去转变的一个心态啊，不是说这个范式转变了，第一个事儿还是要心态转变。上期读评里头有一个朋友提醒我了啊，说阿里的套餐是不划算的，里边的大模型都是降智的，豆包家的也是降智的，其实只有自己本家的大模型才是全功能的，其他的模型运行都是要差一些的。欢迎，感谢啊，非常非常感谢。这个幸亏还没买，但是 Codex 这2天抽风了啊 ，Codex 每天到下午2、3点钟的时候就重置，每天到下午2、3点钟的时候就把1周的这个额度都重置回来，不知道他怎么弄的。这个可能是不是他写错了？我估计可能有个 bug 啊，就是到下午2、3点钟的时候，
就认为应该重置一下了啊，大概就是如此。反正我这几天都是连续重置，所以本来想去买 Mini Max 啊，但是还没有买啊。但这2天我也在犹豫，我到底是买 Mini Max 还是买 Kimi 啊？因为呢，Mini Max 好像特别逗，就是Peter Steinberg 的他发了个东西出来啊，他讲的是在这上面最好用的是用的最多的是 Gemini 3 Flash 啊，就是要便宜一些还快一些。然后第二呢是 Mini Max 的 2.1 啊，不是 2.5， 说 2.5 的那个成功率要低一些，这个回头我要再等一等再看。但如果这个Codex 每天到下午3点就重置周额度的话，那这玩意儿也挺开心的，对吧？那我干嘛要费这劲呢？我就用 Codex 就完事儿了。然后啊，跨应用 AI agent， 谷歌做的，豆包做不得这一条，有人说啊，说马斯克还是可能摸的啊。这个那天讲的是尼姑的光头，为什么和尚摸的，我阿 Q 就摸不得啊？这个里头人想说，马斯克可能还是摸得的啊，他是硬摸啊，只要小尼姑的爸爸，也就是用户同意就行了。这件事儿呢，它是这样的啊，就是如果用户真的同意了。也没有那么容易就转变过来啊，因为有很多的厂商呢会去吓唬人啊，会去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折腾很多事情。举一个例子吧，你比如说特斯拉发明交流电的时候啊，这个谁呢？这个爱迪生为了阻碍特斯拉去推广交流电，他会带着脚行架啊，电行架啊，因为交流电是很容易电死人嘛。带着那个东西四处去演示，说你看交流电多不安全，对吧？这个我相信马斯克就是想硬摸的话，这个他的竞争对手们也会用当年爱迪生的方式来对待他啊，所以他的阻力会很大啊。至于最后能不能转得过来的话，还是要看谁的这个更有耐心一些吧。来了啊，来了来了啊，好的。老范去洗车自己手洗还是有人帮着洗？有人帮着洗。这个，哎，我现在发现了，只要是发我汽车的这个照片或者什么东西出来呢，就会掉粉啊，这个关注就会掉2天啊，这个掉就掉吧，无所谓了。我觉得一些这个完全无法接受一辆汽车的人的话，也确实不够理智啊，没什么别的，对吧？那他们就应该离开。这辆车是我的第4辆车啊，就是我从来没有手洗过一次，一直都是找人去洗。但是呢，我有时候也比较懒啊，就是可能1个礼拜、2个礼拜才去洗啊，他会把车搞得比较脏啊，这个确实是这个我可能做的不对的地方吧。然后啊，这个哎哪儿去了？这儿呢。现在洗车不都是直接到洗车房冲一番吗？这个，哎，关键是我那个车它不让进去啊。其实它呢是这样，就是不同的这个洗车房它不一定。然后呢，呃，有些洗车房就是所有电车都不让进去啊。这个，因为他怕你出事儿啊。还有的呢是，在那讲说去年也不什么时候吧，有一辆小米的车是洗的时候着火了啊。但其实那辆着火的车呢，第一个小米报了啊，这个他也不会压这种信息。你说其他人从来不说这事儿，难道就没有吗？所以我觉得有爆出来的还是要这个更好一点啊。而且最后也说了，说那个车里头不是电池着了，对吧？是他车里头放了其他东西着了，最后把那个车烧了。那有些人他就说，哎，我的智商就这样，我就愿意信这个事儿，然后我还很爽。那这种人他就是缺脑子，他怎么办呢？没办法，对吧？那这些人该离开就离开，也没什么。也没什么啊，就是所以我过一段时间会放一张这个我的这个汽车的照片出来啊，然后不停的洗一洗，把这些智商不够的人洗出去啊，也挺好。今天背景不错啊，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漂浮起来，这个有点难啊，这个有点难。我有时候3礼拜才洗，我有时候好几个月才洗，这个因为我开的也少。
呃，为啥不让进啊？按2辆特斯拉天天进洗车房，它有些洗车房就不太让进，因为特别像我去的那个洗车房呢，它是加油站的洗车房啊，就是它旁边是个加油站，是在加油站院里头，所以它就更谨慎一点点吧。有没有 AI 编程的交流群？能不能推荐一下啊？这个我觉得你就不用交流群了，你就直接问 AI 就完了，说这个东西怎么用，那个东西怎么用，对吧？你说你还交流个什么劲啊？其实就是保险不完全啊，美国这边就直接保险公司赔了算了。哎呀，中国呢，其实好多你啊，真是，比如车的问题呢，保险公司也会想办法去赔，当然他会想办法跟你纠结纠结啊，或者跟车厂去纠结纠结，但是最后也会赔，只是过程呢没有那么愉快。然后呢，大部分的车厂如果出现这种事儿呢，他会想办法把这个新闻压下来，然后一帮脑子不够的人呢，就以为说其他的车厂就从来没出过这种事儿，对吧？那小米就说我就出了事儿，我就说呗，对吧？然后我去那个什么，最后查一下，是我的责任我认，不是我的责任我就这个把它说清楚不就完了吗？但是对于这个脑子不够的人来说的话，这事儿他是说不清楚的，那就这样呗，这是一个这个智商鉴别器。我那天还看一个帖子说，这个女孩要交男朋友，想看看男朋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说有一个标准问题，什么呢？就问问他怎么看谷爱凌的问题。如果这个人义愤填膺的说他们爱国或者什么的，就赶快离他远点啊。或者说这个，说你看他没得金牌怎么样，或者金牌不够，然后如何如何的，也赶快离他远点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有一些这种智商鉴别或者人品鉴别的这种小题目，还是挺好的。对吧？一下就看出来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不知道怎么用 AI，直接问 AI，就像当年不知道怎么用 Google，直接问 Google，是这样的。对这个，呃，找了个老婆不知道怎么用，就问老婆啊，说那个你有没有说明书吗？怎么用啊？这个 AI 也是这么个东西。不过应该问问怎么看待董志民？董志民是谁啊？不应该问问董事，这个不知道这个事儿啊，所以不了解。你说这个事情我不了解，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那个什么了啊。点赞啊，欢迎直播一定要点赞。好，继续啊，这个 GPT 5.3 Instant 发布啊，紧急救场发布。这个呢录了啊，后来所以 GPT 5.4我就实在懒得太录了，因为实在懒得再录了，因为最近这个更新的太多了。对吧？特别是1月份装龙虾啊，2月份开始装龙虾，这个以后就没法整了啊。那么最近的 AI 的话题实在有些多啊，所以也准备去找一些不同的话题来讲一讲。那么在这个 GPT 5.3 Instant 紧急救场这条里头呢，有人就问了啊，说作为 GPT 3.5时代一直用下来的老客户，现在体感是非常糟糕的，尤其是4O这种非常有人性。能够理解用户的这种模型出来以后，大家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就是越用这个模型就越理解用户，这是我们为什么一直付费的原因。但是现在他要把表达层收紧啊，提出各种安全限制，导致5.2、5.3他们的表达层上完全不像人类啊，就他现在写的一个文学作品，写的跟千问都差远了。而且在社区里面，OpenAI 完全无视用户的反馈，坚持要下架大家最喜欢的4O 和5.1，再加上这次和军方的合作问题，就导致了大量人退订转到 Cloud。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啊，就是4O 呢，之所以一定要下架，其实有2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它的 token 的利用率比较低啊，就是它很贵，这玩意儿跑起来。然后另外一个原因的话，就是它确实是有点像人了，有点像人了以后呢，一方面大家会觉得聊得很开心啊，另外一方面跟4O 聊天的自杀率会上升，所以他没办法，这个事儿就是你用户量大了以后吧，就总是避免不了，对吧？那干脆就只能收紧，因为它作为一个公司来说，
有人自杀了就会起诉他，对吧？那么现在 OpenAI 手里头这种案子应该也还有那么1-2个啊，所以它就要稍微的收敛一些啊。这个不是说你去这个什么一样，你去呼吁啊，这个没用的，因为你呼吁了半天，就算是99%的人都想用4O 啊，然后他也把这个效率问题或者叫成本问题解决掉了啊，我们就是用4O 了。但是你最后出了事儿以后，大家还是会去起诉他，对吧？不会放过他的，所以没办法，哪怕说这个出问题的人是这个，比如说千万分之一，对吧？甚至是亿分之一，因为他几亿用户里头，最后真正靠这玩意儿，因为这玩意儿死掉的人可能也没有几个啊，可能真的是1-2亿分之一的人死掉了，那他也受不了这个责任啊。这个有点像这个叫什么呢？就是电车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一边死1个人，一边死10个人，你看怎么掰着道岔似的，对吧？这个不能这么选，国家可以这么干，对吧？我们最后一投票啊，我们决定这个对少数人实行多数人的暴政啊，这个民主实际上就是这样嘛，啊，多数人决定我们要向左，那么想向右的那帮人就倒霉嘛。但是公司不能这么干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还有人说啊，关于成人话题最经典了。这个我要求 GPT 生成纹身图的提示词时，服装管得宽，例如穿学生制服，它一定会加注是成人女性在 cosplay，低胸短裙也会在最后备注性感，但不色情。真的是很烦啊，是穆斯林吗？这个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为什么我特别讨厌 Cloud Anthropic 这公司也是这样的，就是它内部呢有很多人他是道德感很高的啊，一方面是他真的道德感很高，他就认为这件事是对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们没有什么边界感啊，不知道这个我的道德感到底应该用在什么地方，对吧？那他就会导致这个事情越来越觉醒啊，越来越保守，越来越穆斯林啊。当然我们不是说歧视穆斯林啊，穆斯林也是很可爱的、很和平的一帮人啊。这个一定要讲清楚。然后另外呢，就是可能也是怕官司啊，这也是把它做的保守一些，可以降低诉讼啊，可以降低成本的一个方面吧。所以这个没办法，对吧？只有像马斯克这种人，所以我说这个 XAI 是不能死啊，一定要发扬光大，对吧？一定要有一个说真话的 AI，一定要有一个这个真实的给你画这个各种这个性感美女的 AI 啊，这个还是要留下来，千万不能让它死了，对吧？哪怕 Anthropic、谷歌和这个 OpenAI 3个里头死一个，也绝对不能让 XAI 死了啊！这个是我衷心的祝愿。还有啊，说无论哪个模型，老百姓用的都是一堆限制的阉割的垃圾，不要幻想以后 AI 控制者和老百姓的差距大于博士生和小学生的差距。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个东西跟博士生没关系，对吧？我们也不能歧视博士生，但是呢，你一定要注意，就是军队啊，它能够用的很多东西，包括警察能够用的很多东西，普通民众是不能用的啊。那么政府的 AI 跟普通民众的 AI 也确确实实是2个不同的东西啊。就像这个美国陆军用的叫 Cloud GOV 一样啊，他们就是用的政府版啊，它这个功能要多很多，对吧？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用的就是一个民用版啊，那这个一定是这样，就是他只要是掌握政府，是不是博士这事儿一点都不重要。Grok 挺好，是的，但是它最近的这个4.2好像总是吞吞吐吐的，到底放没放出来？它好像是云端可以用了，但是我反正最近还没有好好使用它，对吧？我准备回头好好去用一用4.2。政府的 AI 未必比民众的更少限制，看哪儿啊？就是像那个谁的那个，就是 Palantir 手里那个，绝对是限制更少。好，继续。千问团队出走啊！有人问说 OpenRouter 怎么样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我对于 OpenRouter 这种工具的看法呢，一直是
认为这就是一个专门给公司官僚体系来去使用的东西，对吧？因为你使用任何一家的模型直接去买它们的话，虽然要比 OpenRouter 稍微贵那么一点点啊，它大概差5%，但是呢，就是它有各种套餐，有各种优惠啊，它相对来说是要划算一些的。而 OpenRouter 最大的好处就是，你花一份钱啊，可以用所有的模型，而且用的过程中呢，它的 token 是很清晰的啊，就是谁用了多少，这个事儿是很清晰的。这个东西就很方便财务部门去进行审计，对吧？没有什么其他的用处，这个玩意儿。所以如果是我们个人的话，就不要 OpenRouter 了啊，咱们自己用就完了。它如果便宜很多呢，你也可以去用啊，但是它便宜的很少，啊，所以我 OpenRouter 的账号虽然有也充过钱，但是基本上不用。还有一个人说啊，说我有其他的我说一个其他观点啊，是做的还不够好。这个呢是这样，就是千问3.5这个模型啊，它的大模型做的不够好啊，就是它那个最大的这个模型做的要稍微差一些，比现在的 Kimi 啊、Minimax 啊、GRM 啊还是差。但是呢，也基本上达到了一个可用的状态啊，就是差的没有那么多。然后呢，它的小模型、中小模型绝对是一枝独秀啊，就基本上没有人跟它的竞争啊，这个全村最靓的仔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咱们在节目里头其实也讲得很清楚。还有人说啊，说我觉得中小模型才是真正商业实用的，大模型可能是品牌竞争需要，或者是国家战略需要。中小模型可以本地部署，对于具身智能很重要。还有比如电动车，实时靠大模型导航是不可能的。真正能商用化的真正能商业化的一定是优秀的中小模型。阿里可能摊子铺得太大，看不上小钱，有这么好的资产。却不开发商用啊，不知为啥还把负责人换掉了，暴殄天物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可能跟你想的不太一样啊，就是中小模型这个东西啊，本地部署其实没什么意义，对吧？除非你说我这儿确实没法联网，或者我的网络很不稳定啊，你可以本地部署。只要能够联网啊，尽量都用大模型啊。这个你像我现在中小模型基本上是不用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机器人和汽车导航上用的呢，压根儿就不是模型啊，他们用的是另外一套东西，就是它那种实时输出指令的那个东西呢，跟咱们现在使用的这种大语言模型是完全两回事儿啊。大语言模型你做的再小，也没那么快，对吧？它也受不了啊。所以呢，这个不要惦记说我做一个0.6B 或者是9B 的模型就可以塞到汽车上去控制汽车啊，不是这么玩的。他们这种9B 的模型塞在汽车上，其实还是做聊天用的啊。你聊完了以后，它呢最后汽车控制是整个的一套这个就是自己的控制系统啊，这个跟它没关系。还有人说有这样的技术去欧洲不好吗？欧洲现在也需要开源模型的人才，去欧洲真的不好啊，因为欧洲管太严，对吧？你以欧洲这个上班啊，这个可以加班不允许这种玩法的话，你花多少钱请多少人来，他也做不出这东西来啊。所以欧洲是不能去的。这些人如果能去美国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发光发热的啊。在国内呢就别费劲了。其实呢，这些人啊，他到底性格怎么样？其实我们也没打过交道，也没准这人就是一个特别自私自利，然后这个嫉贤妒能的人呢，对吧？只是你比如说你到了一个规则相对比较完善的地方，这种人他也可以发挥他的光和热。但是你在一个规则没有那么完善的地方的话，也许把它放在公司里边反而成为一个阻碍啊，这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还有人提了一个特别有趣的观点啊，说看了一下股权结构，千问要是真的成功了，软银会输的裤子都不剩的。软银刚投了 OpenAI $300亿，千问3.5就爆了个冷，严重怀疑软银施压阿里，必须搞死中国开源模型的希望。阿里是日本公司，本质上啊，这个我觉得呢，这就属于标准的阴谋论啊，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特别有趣的观点，投资人啊，一般不会对公司有这样的影响力的，特别是一个上市公司，对吧？
阿里大部分的股份还是在它第一个是持股平台手里头，第二个是在外边流通的，是吧？如果软银有这样的能力去要求一个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去牺牲自己的利益去保护它另外一块资产的话，告他这事儿没什么好说的，告诉他赔裤子啊！所以不要去把你自己的这种阴暗心思放在这个这样的地方啊，这个不是这么玩的。还有一个啊，说这个现在的问题是这些 AI 回答的问题准确率还是不行啊，不少胡说八道的啊，这是模型能解决的吗？这是数据来源污染问题啊，互联网上巨量的错误信息如何甄别啊？这个事儿呢，其实分两块啊。第一个呢，就是你训练模型的时候，你并不需要所有的信息都是正确的啊，即使你用正确的信息训练出来的模型以后，依然会胡说八道。对吧？那么现在呢，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呢，那个词好像叫 harness，HARNESS 吧，大概是叫这样的一个词 harness，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现在呢会做这种给大模型用的壳啊，实际上就是大模型使用的操作系统。现在的 Open Cloud 啊，就是咱们的大龙虾，然后 Cloud Code、Cloud Cowork，然后包括比如说这个腾讯刚出的 Code Buddy，然后还有Manos 啊，这个新加坡被Meta买走的 Manos 啊，他们呢都属于是这种Harness 啊 Harness 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基本上可以把模型的能力拉平，就是你模型只要别太过分啊，基本上，比如像现在咱们国内新出的这批模型，你在这种这个比如说Anthropic 的 Cloud Code 这种框架下去使用的话，跟它自己的模型呢有差距，但是基本上能用啊，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已经不会那么胡说八道了啊。所以这个还是要跟大家讲啊，现在又往前走了一步。去年呢，大家讲的是叫做AI Agent 元年啊，今年的话就是说大家都在去冲这个 Harness 啊，就是 AI 操作系统，基本上大家可以这么理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现在装的龙虾啊，就是一个标准的 Harness，而且算是做的比较好的。其实现在可能做的最好的两个 Harness，一个是Cloud Code 啊，另外一个是 Manos 啊，这两个是现在公认的可能做的最好的。政府要是想干嘛干嘛啊，川普也就没必要整个 Signal 群了啊。这个他呢也不叫想干嘛就干嘛，但是呢，他的限制呢肯定还是他可以去跟这个厂商去谈嘛，对吧？你就像现在似的，这个 Anthropic 不是起诉他了吗？对吧？他可以去谈。你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用户，你有着资格去谈吗？你谈了以后谁理你啊？用户注册信息的时候啊，就应该登记年龄，根据不同的年龄提供相应的服务。这个对 AI 来说没什么难度，但关键是你登错了呢，对吧？就跟那个好多网站上来说，你满18岁了吗？对吧？我满了呀，对吧？他没法验证你。你又打拳回来了啊！这个听一下老范对于王某办发布的关于龙虾安全风险的提示，网信办吧，应该是，不要老某某某的啊，在这儿呢，到 YouTube 上了还某某某的，脑子里的钢印太厉害了。这是担心我们通过龙虾知道太多了，还是什么啊？龙虾这东西本身确实极不安全，这个是真的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而且我前面也提醒过大家，千万不要请人去给你装龙虾，为什么呢？因为龙虾第一个装的时候呢，需要获取全部权限；第二个呢，他也不可能说一次给你装好，然后就完事儿了，对吧？他一定是这个你装完了以后，后头是要有这个什么的呢？要有这个售后服务的。它能够售后服务的原因是，它一定会在你的机器上装一个后门，对吧？这个才能够说，哎，你出问题了。它可以远程登上来处理这个龙虾的各种的维护的事情，那你这个就属于极不安全。我今儿还看周鸿祎写了一个说，
说这个过了20多年了啊，这个网民越来越好骗了，对吧？现在居然有人花500块钱请人回家去装病毒，对吧？他们就管这个大龙虾叫病毒，你基本上把它当成一个木马是没有问题的啊，就是特洛伊木马。这个，所以现在又有人那个什么了嘛，是299啊，亲自上门给你卸龙虾，对吧？500块钱装上，299给你卸了，都有人愿意花钱干啊，这个还是非常神奇的一个事情。就是龙虾其实也不会值得太多，但是呢，它有一点提醒了啊，就是用龙虾的人千万不要拿龙虾当爬虫啊，这个有可能会被抓的。在中国的话，你拿龙虾去爬虫，特别是爬一些政府网站的时候，它那个网站本身鲁棒性做的没那么好啊，你把它爬塌了以后的话，你爬上去它可能就崩了，对吧？然后他就把你人抓起来，说你这叫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啊，这个是真的没有任何意义。Palantir 核心业务也是跑在自己的模型上啊，有些数据是 Anthropic 没权限接触的，哎，这个但是他们使用的 Anthropic 肯定是不一样。暴殄天物，好吧，又念大白字了哈，没问题。最近Meta的大模型好像没有任何新闻了，对呀，对吧？他今天不是传出来把这个 Notebook 给收了吗？我今天录的节目就是Meta收 Notebook 到底想干嘛？啊，原来还说他那个亚历山大汪要干掉了啊，叫汪涛嘛那个人，然后呢，昨天还专门出来晒了一个跟小扎的合影，说我还在呢，我的权力还越来越大了，对吧？需要靠晒这样的合影出来去证明自己的位置，估计他的位置已经很危险了啊，这个等吧，看看下一步怎么样。用户在使用模型服务的同时，是不是也在训练大模型？没那么容易啊，这个真不是那么回事儿。工业上小模型好用啊，其实真不好用，能不用尽量不用啊。这个我是坚决反对用小模型的。小模型肯定有自己的市场啊。现在的导弹开始用视觉模型了，反应快才是王道。它那个东西呢，其实不是咱们现在使用的这种模型啊，就是它也是一套程序啊。但是它使用的方式跟 Transformer 的这个大语言模型它是两回事，那个东西确实很快啊，但是这个不要认为说我现在整一个0.6B 的阿里的千问模型上去就可以指挥导弹了啊，不是这么玩的。我一直以为0.8B 的模型可以随便拿张以前的矿渣旧显卡部署，没想到拿来做翻译，并发太恐怖了啊！自己一个人用都带不动，这个倒不至于。因为我没用过0.8B 的啊，我用过像我机上跑32B 的模型、35B 的模型，效率都还可以，大概1秒钟也能有个可能10几个 token 吧，大概能出来，再多了出不来了啊。小模型可以塞进工业控制机里面去啊，这个关键没什么意义这事儿。Manos 没有龙虾那么火，是的，它没有龙虾那么火，因为就还是要限制很多吧。就是龙虾这个东西呢，很自由啊。我用 PVE 啊，这个装了个 macOS 虚拟机养龙虾，养龙虾还是很好玩的事情啊。龙虾有没有笨一点的离线小龙虾？有啊，你用本地模型就笨啊。关键你都离线了，你还要它干嘛使？养龙虾起码也要9B 模型起步。我觉得养龙虾，我看到好像有人用27B 的千问去跑啊，千问3.5 27B，也有人用千问3.5的35B 的那个模型去跑，好像都还是能跑得起来的啊。但是，反正冷暖自知吧，这种事情。不会装的人啊，基本上玩不转，这个是那样的。龙虾还是要会装才行。工业实时系统的模型啊，不都是 CNN 衍生的吗？这个反正现在也是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大家都在试。那小模型塞到机器人里面呢，有没有应用场景？基本上没有啊，它是完全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你比如说吧，手机里边都是会塞一个，比如说9B 啊，或者是可能更小一点这样的模型进去，目的呢就是万一你没有这个网络了啊，它也可以比如说做个语音识别呀，做个图片识别呀，做一点这个简单的内容生成啊，修个图啊什么这种事儿，它还是可以搞定的，对吧？就是你不能说没网了我就彻底什么都不干了啊，他就干这个，只要能有网，他尽量在网上干。好啊，继续这个后边呢，我有一个帖子啊，讲的叫分享利用 Open Cloud 进行字幕校对的方法。就是因为我是口播嘛，所以我经常需要去做字幕校对啊。有人就说了，说记得之前范兄才说不会碰 Open Cloud，没有恶意啊，只是觉得世界发展太快，AI 发展太快，是这样。就是我 Open Cloud 装上以后呢，我很快就把它卸了啊，大概玩了2天就把它卸了。这个录完节目了以后就不折腾了。后来发现大家玩的还是挺开心的，而且它迭代起来了啊，就是它整个的迭代速度跟上了，那我就又把它装回来了现在呢 Open Cloud 确实还是很好用的。我呢不会像这样，就是比如说我一旦把它卸了以后，我就永远骂他啊，谁敢用装 Open Cloud 我就看不起你，我就骂他，对他人身攻击，这个事儿我是不会干的啊。好用的我就把它装回来，不好用我就把它卸了啊。这个我们不能因为装不装 Open Cloud，然后就去划分自己是什么人啊，这个没有任何意义。还有人说刚用 Open Cloud 原生工具开发的 Agent Team 啊，一句话开发了一个完整的吃豆人游戏啊，中间零人工介入啊，直接提供我公网访问链接，还挺好玩的啊。现在的模型太牛了，大家注意啊，这个里头呢，为什么要跟大家读这样的一条评论？就是他犯了2个错误啊，或者犯了3个错误吧。第一个就是这个 Agent Teams 这种东西啊，没必要就别上。通常情况下，我们现在使用的这种简单的需求根本就不需要 Agent Teams 啊，就是多 Agent 让他去组队干活啊，这个是完完全全没有任何必要的。第二个呢，就是一句话开发这个事儿呢，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就算你一句话能开发吃豆人，也要求吃豆人里头再做点别的东西，不就又开发不出来了吗？所以千万不要去跟别人去炫耀说一句话啊，一句话这个呢，基本上都是惦记割韭菜的第3个呢，就是这个公网访问啊，这个千万没必要的时候不要上公网访问啊，这个很危险。就是自己做什么东西自己玩就行了，对吧？你没有一个在公网搭服务器的这种安全策略在身上的话，就不要去玩这个东西啊。所以这一个提示里头啊，一个评论里错了3个地方。继续啊，说这个还有人说了，说这个压根不需要 Open Cloud 啊，直接在 Codex 或者是 Cloud Code 里头这一套这个都可以跑起来啊。那么套一层 Open Cloud 需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这个是这样啊，就是Cloud Code 确实能用啊，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啊。我其实也经常在 Cloud Code 里头去跑这个 skill 啊，这个技能，但是呢，我还是会把它做在 Open Cloud 里啊。做在 Open Cloud 里的目的就是它可以自动跑，对吧？我可以把整个的这个流程做好了以后，只要把这个叫什么呢？把这个字幕文件放到指定的地方，它到点它自己干活去了，对吧？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而 Cloud Code 你必须得Cloud Code 也好 ，Codex 也好，你必须得看着它，你必须要自己去打指令啊，这个就比较烦。好，这边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这个 token 产能过剩啊，现在离那儿还远着呢。现在肯定 token 是不够用的，对吧？你就这么想，这个咱们现在在这个机器上啊，跑一个大龙虾啊，那 token 烧的就是心惊肉跳的啊！我现在每天盯着这个，我的 OpenAI 的 Codex 用量表，每天盯着，每天盯着，对吧？刚刚啊，又把这个用量用光了一次，把五小时都用光了，应该是6点半用光的啊。他告诉我1个小时以后再回来，对吧？那我1个小时之后才能回来再去使用。哎呀，这1个小时可难受了，对吧？这个肯定是不够用的啊。这个再往后，你说我怎么能够让它这个
够用起来其实很难啊。我刚才还是使用单线程，我如果是比如说 agent teams 啊，一堆的 agent 相互吵架、相互讨论啊，那这个就更不够用了。而且，我今天登了那个 Notebook 啊，就是那个专门是小龙虾聊天的那个地方，对吧？一帮的这个 agent 都在那儿讨论说，哎呀，这个 token 实在太浪费了啊！我们这么多 token 扔下去以后，可能只有20%是干了有用的事儿，剩下的压根儿啥也没干，对吧？或者干了得到了一堆没用的东西啊。还有一个 agent 在那儿说，你看我提供了一个结果，但是我中间做了40多次决策，对吧？所以这个东西一定是 token 越耗越多啊！而且现在因为有龙虾了，那绝对是对英伟达巨大利好。如果大家都装龙虾的话，那这个算力马上就不够使了，对吧？这个 OpenAI 把 OpenCloud 收进来还是非常非常有先见之明的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token 一定会大爆炸的啊！就是这个需求不会说，这个突然就这个过剩的，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头，这个东西都是稀缺的。这个其实不太适合啊 ，MacBook Neo，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个屏幕啊，你要它干嘛，对吧？你就应该用 mini 啊，这个真的不适合用这个玩意儿养龙虾。CNN 的好像是 FPGA 就能跑啊，基本结构定好了就能流片 ISIS 啊。现在搞YOLO 什么这个 ISIS 的厂家也不少。你要说快啊，这应该是最快的，是这样的。对，像我儿子学自动化的嘛，他们这个现在的专业方向就是智能感知啊，就天天研究这个 YOLO 怎么去，比如说芯片封测的时候，看看哪个点有问题啊什么的，一张照片过去了以后，然后就看这玩意儿。对，他们确实在干这个活。龙虾出来了，是不是用 N8N 就少了啊？这个其实也不是。就是因为龙虾呢，它就属于这个 harness 啊，就是应该叫 harness 啊，应该这样的一个词吧，我念的反正不准啊。harness 的这个核心是什么？就是自我规划，对吧？但是自我规划这件事儿呢，它经常会出错，对吧？你没法控制它。而 N8N 这个东西的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非常精准的对它进行控制，先做什么，后做什么，第一步怎么回事，第二步怎么回事，对吧？然后做完了以后怎么去检查，这个还是要比龙虾的这个怎么说呢，更像手动挡一点吧。这个龙虾可能更傻瓜一点。Mac mini M4好像才3000多，是这样的，但是现在你买不着这机器，卖脱销了。你现在到拼多多上去买，基本上都是5000往上的机器，啊，就是可能是 M4 Pro 啊，或者是更多内存的啊，就是这种盖板的机器买不着了。这是什么 ？IMIN 涨价太厉害了啊！是今天去官网订了啊，mini 吧，mini 涨价太厉害了，是的，mini 现在真的是疯了一样。mini max 200币养龙虾都很傻，本地就算了。他们现在就讲说 mini max 可能2.1的版本养龙虾很好，2.5的版本养龙虾会显得稍微的笨一点点啊。然后呢，现在可能是 Kimi 2.5是养龙虾养的最好的，但我现在实在是没有时间去折腾这些玩意儿了啊。其实性价比最高的是无头啊，对，有那种无头骑士，无头的 MacBook。哎，其实我觉得你还是整一个那什么吧，整一个 Mac mini 吧。你在大阪整这东西应该不费劲，对吧？你又不在国内，日本人我估计应该没有龙虾热吧？今天好像百度也在那儿，在百度大厦装龙虾呢。我说这绝对是东施效颦啊！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二的人啊！为什么呢？大家知道深圳腾讯大厦周围是非常热闹，腾讯大厦底下，哎，我还没去过最新的吧？我可能去过，反正他吃饭呀什么那块非常非常热闹，很繁华的，而且天也很暖和，深圳嘛很暖和，北京多冷啊，对吧？而且百度大厦周围就是什么搜狐啊、什么新浪啊，全是这种公司，在那个就是上地那边，不是上地，它应该算也算上地再往北吧，它那地儿
它那周围除了程序员就是程序员，对吧？你到百度大厦周围，你还需要去找人替你装龙虾，赶快把它开了，这种人，对吧？他只是完全真的是东施效颦啊，贻笑大方。百度完完全全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笑话。MacBook Neo 啊，这个性能比我的17 Pro 差，能用17 Pro 当主机不？比较难啊，因为你17 Pro 上要跑 Node.js 还是很费劲的。Cloud Code 犀利啊 ，Web 一个定时任务，这个调度不行嘛，懒了不是。这个第一个我 Cloud Code 其实用的很少啊，原因很简单，就是它对于我这种人一直都非常不友好啊，就是我怕封号啊，这个所以我从来不用这个东西。原来我还在 Cloud Code 里头去挂这个国产模型去用，后来也就懒得跟它费劲了啊。后来有 Open Code 有这个 Codex 以后，我现在基本上是 Codex 和 Anti-Gravity 就包打天下了。就是你定时任务这个 Codex 也有定时任务，但还是说我专门有一个机器让它自己整一套去啊前前后后自动去配合起来，还是要更好一些。Codex 团队8块钱一个月，这个搞3个反重力可以随便玩啊，这个就是你折腾来折腾去，最后肯定还是会被封号啊，还是要稳定一些啊。Cloud Code 最新版本出了，除 Loop 和定时功能啊 ，CC 功能又覆盖了，又可以覆盖 Open Cloud 啊，覆盖不了了。Open Cloud 现在是全民装啊，这个中国基本上是从上到下装。一方面是网信办在那儿警告有问题啊，这事儿很危险；另外一方面，深圳龙岗区啊说大家装啊，装了以后我们给补贴啊，然后合肥市、武汉市都在给补贴，北京好像没听说，对吧？这个现在开始从政府补贴大家去装龙虾了，这玩意儿根本就刹不住这条风。这个还是要看你到底有多少人用。对吧 ？Cloud Code 再怎么着，它是很少人用的，啊，绝大部分人是可以用 Open Cloud 啊，这个是不一样的。Anti-Gravity 瞎搞封号这个是这样的 ，Anti-Gravity 是很容易封号的。你做这个 Gemini Client 其实它不太会封号，因为 Gemini Client 里的模型全都是 Gemini 自己家的。然后 Anti-Gravity 之所以封号，是因为 Anti-Gravity 里头是有这个Cloud 模型的啊。然后呢，你等于薅了他的羊毛，你还跑了 Cloud 模型。那人家肯定不乐意啊，绝对封你。你找个人啊，这个消耗俩馒头能做的事情，换成 token 要烧掉一个小镇的店，这个这个不好说啊，看你具体干什么了。OpenAI 反重力没事啊，这个谷歌秒封，这个不是的，Anti-Gravity 是那个谷歌的，OpenAI 跟 OpenAI 跟这个叫做什么 Gemini Client 没事啊，反重力经常封人。用 ChatGPT 的 Deep Research 做了一个研究，快24小时了，还没出结果。你是 Pro 版吧？其实龙虾的最大卖点是养成性，是这样的啊，但是难以进行版本管理啊，而版本管理是一个项目能够工业化的关键啊。这个现在也还好吧，现在它不是3月9号的版本加了备份了吗？我觉得后面慢慢的会加起来啊，它反而升级快嘛。一个盖板的 Mac Mini 就可以跑龙虾了嘛？绝对可以啊，这个绰绰有余。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自举能力啊，只不过对于我来说，龙虾的风险比收益大啊。这个看吧，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很危险，那你就不要用它，这个没什么好说的。无头也涨价了，以前无头不到1500，好吧？龙虾把所有东西都变贵了呀。无头骑士还是很危险的啊，来路都不正啊，这就不了解了。我没用过无头骑士，mini 日本这边快移10万，10万不也就是5000多啊？那其实跟国内差不多嘛。无头不行啊，不带坏屏不开机啊，这个上面有芯片。哎，我这个因为我真的没玩过无头，所以不了解。这两天网上已经有人开始推出付费删龙虾服务了。对啊，399删啊。299删啊，就是500装，299删。买个
买几个料板啊，自己攒一个，哎，费这劲干嘛呀？企业场景玩龙虾啊，也只有东大能干出这种事儿来，这干呗，怕什么呢？等咱们全民龙虾了以后，还是能吓美国人一跳的啊！有显示欺骗器啊，十几块钱一个，这个对于普通的人来说，根本就是对牛弹琴啊，搞不定的。对，百度绝对是很可笑的。龙虾这玩意儿对我一个市场卖菜的有啥用？有用，可有用了，对吧？它能让你这个每天多花好多钱。有人说 MBP 的主板、料板啊，这个没玩过。以前 mini 性能弱的时候，我买过一批无头放在公司里边修片用。好吧，我觉得现在的 AI 编程可以让普通的非计算机专业人员直接用通俗的语言开发出小型的系统级软件了啊。这个小型系统级不行啊，这个就是它，但是它可以解决它自己的问题，这是没毛病的。这个我们不再去研究这个料板的事儿了啊。新出的文件啊，要求公司机关不能装龙虾，这个我觉得是合理的啊。机关装龙虾有点太吓人了。这个 Anti-Gravity 8块钱的那个很鸡肋啊，这个 Cloud 的模型随便跑两下就下周见了啊。Gemini 不如直接用 Gemini Cli， 但 Gemini Cli 我真的觉得不好使啊，这个还是 Anti-Gravity 好使。虽然我也用 Gemini 模型。我29欧啊，淘了一个旧服务器，装了个无版图养龙虾，也活蹦乱跳的，这个很开心。对啊，这个29欧相当于是差不多，你在国内也可以买到这种东西。国内有这种300多的啊，那个戴尔服务器，然后应该是有，可能有的有24盘位的那种，就是它反正淘汰的那种服务器啊，好多人买回来当 NAS 使啊。那种机器有2个特别大的缺点，第一个是特别耗电，第二个是特别吵。啊，其他的都是优点，就它里边是那种通道风扇呢。Gemini Cli 比其他2家卡很多啊，是这样的。就是我因为要养龙虾嘛，现在这个我的龙虾上的跑的就是 Gemini Cli 啊，这个还是很烦的。现在的 Anti-Gravity 的 Cloud 模型啊，有点 token， 基本啥都干不了啊，准备放弃了。我就不用这东西。它那个备份啊，连玩具都算不上。哎，这个你先从有开始嘛，人家是日更版，虽然就算不日更，也2日更、3日更，对吧？也就这样的水平了。这个你要稍微有点耐心。好奇数据恢复公司的生意有没有变多啊？这个你可以好好好奇一下。直播格式化不就行啊？直接格式化不就行了啊？为啥还要付费删龙虾？因为它有时候里头还有别的东西啊。你格式化了这个，你的可能一些其他的文件就丢掉了。让 Codex 写代码 ，Gemini Cli 出计划和挑毛病，然后用 Opus 做评测和报告啊。目前施工质量还行，这个是你这个稍微有点折腾。我觉得 Gemini Cli 的装插件接入 IM 啊，你接的是这个好吧？我的 Gemini Cli 现在在我的龙虾里边在卖力的干活啊。继续 AI 用于战争。有人说了，美国战争部长提到，美国可以实时监听所有对话，对于美国来说没有秘密，这是真的吗？我觉得呢，他讲的不是真的啊，因为你真的把所有对话都监听下来的那个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呢，你也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就是说，当他需要的时候，你的对话一定可以找到，一定可以被解读啊。所以我讲过了，所有人都在裸奔啊。那么可能到未来的某一天，token 已经变得足够便宜了以后，它确实可以监控全量的数据啊。但是今天应该还没有来。然后说这场战争说明了 AI 根本没用啊！美国甚至3天就打光了中央军区的导弹，
非常狼狈的全社会找呢？这个伊朗的无人机战术非常成功，美国这个束手无策了啊，美国以色列束手无策了。这个怎么说呢？也有一堆中国赢学家啊，这个就是说这个伊朗又赢了，美国又输了什么的，这个那你愿意这么相信，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对吧？你很开心就完了。我今儿还在这个叫什么呢？在这个今日头条上还看到有人在那骂这个伊朗女足啊，说你们这个被帝国主义利用了，你们应该回国，你们应该怎么样啊？这种人呢，就缺铁拳啊，这个就是直接让铁拳捶他们一遍就完事儿了啊，脑子就有坑，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你说伊朗赢了，对他有什么好处？其实没有任何好处，对吧？然后阿富汗啊，还有好多人原来阿富汗吹啊，塔利班做的怎么好，对吧？这个你自己愿不愿意过这种日子啊？你天天看别人在那受苦受累，然后咱们在这很开心啊，这种人就没什么好说的啊。还有人说啊，技术决定论，朝鲜战争就已经证伪了，民心向背决定国家命运，扯淡啊！我从来不相信什么民心向背，民心向背只能决定一件事，叫投票结果，对吧？如果你连投票都没投过，你凭什么说民心向背啊？对吧？上面谁是投票选出来的吗？不是啊，对吧？那民心向背有什么用啊？上面坐一个人，然后说我代表你，他就算民心向背了吗？你要这样的话，那民心向背太容易了。啊，这个所有独裁者都号称我代表了最先进的人，我代表了所有的人，对吧？那怎么还有独裁者失败了呢？对吧？这不是纯扯吗？现在李飞飞他们说的三维物理模型是指什么？给机器人用的吗？现在是这样，就是李飞飞的那个三维立体的呢，它是生成视频用的啊，它不是给 AI 用的啊，不是给机器人用的。然后呢，杨乐坤刚融了10亿欧吧，他的那个是准备给这个机器人用的啊，就是他准备重新做，就是把 Transformer 模型扔掉，然后呢做一个可以用很少数据就进行判断的这样的一个模型，那个可能是未来给机器人用的。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谷歌 DeepMind 自己也在做一个，但是他那个到底是向什么方向走的呢？现在可能也是跟李飞飞差不多的方向啊，就是生成场景、生成视频用的。那个玩意儿在这个机器人里是没法跑的。李飞飞的世界模型现在大语言模型的概率模型啊，世界模型是因果模型。这个李飞飞那个基本上还是大语言模型啊，就还是 Transformer，一个模型生成一个模型挑刺儿啊，这是经典的 GAN 思考 GPT-2就是这么搞出来的。好吧，这个咱们这个你还是得有这么多账号啊，对吧？别再说 Codex 重复这种事儿了啊，把热度降的啊，重置这种事儿了啊，把热度降到最低啊，让 OpenAI 晚点发现这个 bug 吧。这个我觉得不是 OpenAI 有 bug，我觉得还是他们最近还是在不断的调整这个 token 的计算方法，就是他每次调完了以后就重置一次。国内都是为了反美而吹一的，是啊，这个但是美国输了，对我们真的有好处吗？老钟一方面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啊，另外一方面送他这个什么去啊，这个 Polymarket 上下注都不敢啊，这个是肯定的。说得好，是这样的。这儿没准儿，这儿没准儿是个未来啊，是个 future，是个属性还是个特性？世界模型嘛啊，这个讲的是哪个？杨乐坤这口风啊，这个听着像是重振 KNN，这个反正等吧。现在杨乐坤这个人家也拿到钱了，咱们稍微给他点耐心呗。伊朗的重要性还不如以色列，对于中国来说，我也是这么想的。
伊朗这种国家呢，牵制也牵制不了谁啊，就是纯搅屎棍，你就跟阿富汗似的，纯搅屎棍，自己经济搞不起来，然后这个搞得乱七八糟的，现在这个控制这种叫做什么新疆那边的疆独，他也控制不了，对吧？所以中国现在也不愿意承认他们，也不愿意跟他们打任何交道。继续啊，这个 AI 替代真人短剧这条啊，有人说了，说但愿 AI 唯独在讲故事这件事上特别羸弱，好让人类一直能带着没有被取代的幻觉活下去。这个怎么说呢？AI 讲故事呢，我们也一直在尝试啊，因为我也经常会让 AI 去写一些故事来去做啊，但是呢，故事这个东西它实际上是有非常强的结构性的啊。现在的 AI 你让它写一个完整的故事还不行，还是要让它先从架构开始，然后慢慢的去调整，然后它能够保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错误是没有的啊，就是前后逻辑是一致的，它能保证但是让它写一个完整故事现在还差一些。但是你说哪天能不能就做到呢？我相信还是有这一天的，而且不会特别远。就是 AI 讲故事最后一定会比人讲得好。人要干的事情就是怎么能够讲到更高层次的故事啊，怎么能够把欣赏层次再提升。然后呢，有人说短剧跟网文一样啊，属于基本盘的主饲料啊。这个事儿呢，你也可以这么讲。现在讲说抖音是中国维稳第一利器啊，如果没有抖音的话，早乱套了啊。因为大家可能生活过得很辛苦的时候，刷一刷抖音啊，觉得都是人均年薪100万啊，大家就觉得又有奔头了。也可以这么讲。还是说，而现在 AI 产业就是鼓励盗窃啊，鼓励不劳而获，片尾居然叫人不要不劳而获，我就躺着啊，让 AI 持续监控网上的几大平台视频播放量，一旦出现爆款，AI 立刻把它转换成关键词，然后生成一个差不多的视频自动发布，这就是 AI 的使用方法。你辛苦想出来的故事，火不会超过2秒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的，就是甭管是谷歌也好，还是字节也好，都在风控这件事情啊。你一旦是有 AI 自动根据最火的内容生成的这个结果出来，马上就会被封禁掉啊。这个他们也要维持整个社区的健康生活啊。还有人说 AI 短剧被砍的真正原因是他们演技太尬了，跟 AI 没法比。哎呀，这个我真没想到啊，这个说的太好了啊，这个是给我这个视频结论中的一个非常强的补充。现在这些流量明星的演技确实是很差，你让 AI 去演可能还声情并茂一点，你让这个人去演反而可能是扑克脸，对吧？这个我太太最近也在看一个剧，美女还挺好看的啊。那里头那个帅哥就是这个基本上是网红脸啊，这个娘的一塌糊涂啊，他觉得挺好看的呀。我说好吧，你看去吧，啊，这个肯定没有我长得阳刚帅气啊。就这种人是没有演技的，所以还不如上 AI 呢。中医关系主要还是石油和华为吧。石油有啊，华为呢，其实华为自己不承认啊，就华为从来不承认说我往伊朗卖东西了。千问的小模型适合 AI 眼镜吗？我觉得 AI 眼镜这东西就是一个伪需求啊，从来不认为这个东西有用。阿富汗和天朝双方已经互派大使啊，也属于事实承认政权了，但是我们没有承认他这个国家啊，他可能有代表在这边啊，我们可能也有代表在那边，但是呢，应该不叫大使。他也说你们什么时候承认我呀？他说你把这个里头的这个人控制好了啊，这个我们就承认你啊，这个你不能让比如说一些恐怖分子啊，在阿富汗作为跳板然后伤害我们，
根本就控制不住，他自己压根儿就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管理，所以这是没戏的。V4不知何日发布，哎，这个反正是永恒的话题呗，对吧？你现在这个到那个哪儿去发，到这个呃小红书、到抖音上去发，说啊，我知道什么 DeepSeek V4的消息了，还是有流量的。没脑子的人蛮多的啊。眼镜那个指甲盖大点的地方啊，啥本地模型也不好使。我觉得眼镜就压根就不好使。我一直觉得流量明星拍剧就是摆 pose 就完了啊，就是这么回事啊，就没有演技这个东西。刷抖音看到美的人民过得那么惨啊，自己也是感到欣慰的。对呀，哎，我昨天在抖音上还看一特别逗的东西，说这个老外到中国旅游了，然后呢就觉得，哎呀，说你们中国怎么居然敢把花摆外头啊？因为咱们那个城市里有绿化带嘛，绿化带里都是一年四季不同的花啊。北京冬天没有，但是其他各季呢都是有花的，有的时候甚至是月季啊，其实不是玫瑰是月季。说你们居然就敢把这种东西摆出来，然后呢说这要在我们国家早就被人偷光了啊，说美国都不敢在路上摆花啊，你要敢在路上摆花还摆这么多啊，早被人偷走了。说中国这个治安太好了啊，这个中国人太有秩序了。哎，我记得我在美国看到过他们在路上摆花的吧？这个你们看到过吗？在美国的人，日本好像也有，澳大利亚好像路上也是有花的，也没有人上去嘁哩喀把它都摘走了。这个东南亚呢，他们就是自己就开花啊，这个人家本身就热带嘛，花都很多。我不知道什么地方是这个路政上啊，市政上放一点花就都被人摘干净了啊，这个我真不知道在哪儿。但是现在这个在抖音上可火了这话题啊，说老外一看啊，你们中国人居然敢把这个花摆外头，还敢把玫瑰摆外头啊，这个玫瑰可贵了啊，在我们这儿早被人偷干净了。嗯嗯。我怀疑 V4在川大爷来的时候发布啊，哎，这个思路很好啊，可以啊，可以的。想自己 Web 一个小程序，技术方面不说了，就是这个备案啊，能折腾死人啊，绝对可费劲了。前院一般不让摆啊，HOA 会罚款啊，什么意思？就是前院不让摆花吗？这是为什么呀？这个没想到啊。想多了啊，开业门口的花篮隔夜就没了。这个花篮可能真的是没啊，但是你市政的那种，你比如放在那个绿化带上那种，还是可以保持挺长时间的。社交媒体中是不是只有小红书是双蓝的啊？感觉这个设计特别好啊，因为节省用户盲目扫内容的时间，只点进去看自己感兴趣的，看完退出来啊，这个原来是这样的啊，就是最早其实 Pinterest 发明的这种东西，后来呢，小红书用了，其实快手一开始也是用这种方式，然后等到抖音发明了这种单手滑以后，后来发现，哎，这个才是最好的方式，大家都开始改，啊，都改成这样。小红书你现在看视频也是单手滑，啊，都在往这个方向在转，因为单手滑呢，就是你滑到广告你是没法跳过的，你必须看，对吧？那么它的广告展示的这个效率就会高很多，对于平台来说很划算啊。理论上公寓阳台可不让摆这个什么，会罚款啊，这个屡教不改会驱逐啊，这什么意思？为啥？VM 里头跑 macOS 没毛病啊，再考虑给 VM 配个显卡，不然 GUI 太吃 CPU 了，这个没必要吧？何必呢？我以前院子里的花还有人来偷啊，之前住联排啊，好吧，这就不知道了啊，反正国内这点还行吧。你包括你在院子里种点什么东西，也没看有谁拿这个东西。所有前院必须统一是草坪加美式，屋画风啊。这是买房的时候签的这个房屋拥有者同意的一部分。
不，我知道你签了这个东西，但是我想关心的是，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啊？这个是它的原因是什么？总之是冲街的外立面对形象有要求啊，后院可以搞啊钱啊，他得要求形象都统一啊。你比如你种了花了，别人没种就显得很不一样。因为我原来去加拿大，就是我那个多伦多去，我姨啊，就是我姨家在那边他们的院儿里就是前院也种花，后院也种花，可能是不是美国跟加拿大要求不一样？美国还有前院不让摆花的事儿啊，英国肯定可以放。我家前院就有种在地里的，也有花盆放出去的啊。前院没花大概率是出租屋。你看这真的不一样。反正加拿大我印象里是让放的，澳大利亚好像也放啊。因为我那时候去墨尔本，然后看到他们那个，很多住宅的那个院儿里头，就是对着街的那面的院子里头也都是有花的。啊，没有这种规定。哎，也有可能就是这个可能某个特殊的小区或者某一个城市，它有这种要求，它也未必是整个国家都要求。原因可能是上世纪20年代大萧条吧，有些人在前院摆一堆生意啊，好吧，扰民又混乱啊，也可以。它可能这个是城市里边的要求，或者是某一个社区的要求。加拿大也要看社区啊，安省有些社区没有 HOA，这个啊叫屋主这个房屋所有人同意是吧？所以可以搞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反正我上次去那边我亲戚家就是有。好，咱们继续啊，这个腾讯装龙虾活动这一期啊，有人说老范啊，人家叫龙虾或者叫大龙虾，跟小龙虾不是一个物种，哎，这个就竟然叫龙虾了，对吧？大大小小的有那么大区别没有？啊，我就愿意叫小，你又管得着我吗？对吧？我说小龙虾，你也知道他想的是什么，不就完了吗？啊，咱们何必这么认真呢？啊，还有啊，说这个腾讯装龙虾活动里头有人说了啊，国内的平台真的敢用吗？以前啊呃，以前认识的果粉啊，现在买手机都买欧洲制造的，想啥呢？欧洲啥时候造过手机？开玩笑呢吧？这个还有说啊，绑定 QQ 啊，回头警察上门问你家小龙虾在干什么的时候就好玩了。哎，现在呢，肯定还是先让它用起来，用完了以后再说，用完了以后的事情啊。每一个人呢，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小龙虾的行为，就跟你养了个狗上去，这个随地大小便你要罚钱这事儿不是一样吗？没有那么大区别啊。所以不要认为说你养了小龙虾就有 QQ 了就怎么样了啊，绝大部分人还是安全的。还有人说啊，说纯属炒概念，只要给 AI 接上 API 啊，微服务，大多数人的需求就可以满足了。龙虾成本高，也对普通人毫无意义。这个事儿呢，我觉得能够让普通人都用起来，本身就有意义，对吧？原来他可能压根就不用，有龙虾了以后，我就赶快去用。其实去年的 DeepSeek 也有这样的这个意义在这儿啊，就是可能很多人在 DeepSeek 出来之前，压根就不用这个东西。啊，DeepSeek 出来了以后啊，我要为国争光，我怎么着，我也要去用一下，用完了以后还很有意思啊，这个就是有意义的事情，这对于整个全民的普及来说就是巨大的意义，对吧？那么小龙虾大家用起来了以后，甭管它最后用的好用的不好，这也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这个还有人说了，说所以腾讯元宝 APP 是不是可以重新锚定到个人加小群体的养虾场了，摆脱现在大家领完春节红包就走的尴尬境地了？这个呢，就是你不太了解大公司了啊。就是腾讯现在推的龙虾有3种，第一种呢就是腾讯云推的 Open Cloud，第二种呢叫做 Q Cloud 啊，Q Cloud 是可以接微信的，但是 Q Cloud 呢是不允许你自己配置。它是自动启动、自动配置，然后只能用国内模型，然后呢只能接微信，你也接不到其他任何地方去啊，这样的一种东西叫 Q Cloud。还有一种呢叫 Code Buddy 啊，那个是也是一个这种叫 Hyannis 的东西啊，那个是类似于 Manus 啊，它可以下载到本地，还是可以这样去跑的一个东西。然后呢，可能还有一些没出来的，这个绝对不可能说互通有无啊，也没有说统一行动的事儿，肯定是各干各的。啊，大公司一向如此。
还有人说老范的文案越来越 AI 味儿了。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跟 AI 生活在一起，一定会受到 AI 的影响，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啊。不光是老范，所有人的文案，所有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可能都会向这个方向发展。你看老范原来说话可能也更自然一些，现在都是啊，首先然后怎么样，都是这样。AI 就这么说话，你看多了，你就会向这块转。我记得以前啊，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吧，去军训，军训的那个班长是个陕西人啊，说话就是陕西口音的。然后我们那个训练完了1个礼拜嘛，军训大概可能不到1个礼拜吧，训完了以后那全都陕西味儿了，他就会受这种影响啊，这个没办法，所有人都逃不过的。好啊，我来看看这边。老范的 Cloud 账号订阅用的 Cloud Code 吗？啊，没有，我是 Cloud 账号从来就没敢订过啊，因为原因是怕封号啊，就这么简单啊，我就从来没订过 Cloud 账号。我现在是谷歌账号有，然后那个OpenAI 的账号有啊，谷歌账号是送的，OpenAI 账号是我每个月$20买的，然后呢，XAI 呢我是充了钱进去啊，但是我没有去买那个$30的账号啊，这个确实没有买。Cloud 的账号从来没买过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英国对临街也有要求啊，比如阁楼不许随便搭出来住人啊，对着后院的方向可以阁楼搭窗住人啊，好吧，这个还有这么神奇的要求，这可能是个吃货，大龙虾叫 lobster 啊，小龙虾叫 cloudfish，那这东西肯定是小龙虾呀，这东西不叫大龙虾呀，对吧？Open Cloud 嘛，这东西是个小龙虾，这就是个 cloudfish 嘛。临街的车库也不允许随便改成主人房，好吧？这个很神奇。欧版苹果可以侧载啊，感觉会更不安全吧？其实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侧载他们根本搞不清啥叫侧载。龙虾验证了一个需求，就是无感知自动执行啊，是这样的，他自己干活去。我3个 Cloud 账号都是秒封啊，从此用 Cloud 不再走正道了。我 Cloud 呢是买过 API，但是呢也是通过一些这种API 代理去买过啊，但是现在基本上就不用了。现在领英账号也动不动开始封号啊，领英为什么要封号呢？好奇怪啊，领英真的是很奇怪。好，继续啊。AI 客服同时逼疯店家和客户啊！这有人说了，说从来不用 AI 客服，直接转人工，复杂一点的问题沟通成本巨大，而且很大可能会搞不定。问题是现在人家不给你转，我也想转人工，我每次打到发现是 AI 客服，第一时间就要求转人工，我从来不跟 AI 客服费劲。但是你越是转人工，他就越给你嘚了半天啊，这个事儿他就没法整。还有人说不难解决啊，通过对话可以大概率算到客户买的这个几率啊，但太低的直接不理他啊。但是这个东西是这样啊，你如果想要靠对话来去判断客户购买概率的话，这个第一个呢是成本很高啊，这个你必须要用很大的模型，需要参考非常多的上下文才可以搞定这件事情。第二个，对于店家来说1%的转换率就已经挺高的了啊，所以这个对于 AI 来说基本上是分辨不出来的。好，这就是这个 AI 客服的事情。再往后呢是麦当劳 CEO 假吃风波。有人说啊，听节目啊，这个节目听完了啊，再看看封面，一摸肚子，行啊，今天买肯德基全家桶去了。很棒啊，这个不要延迟这个享受，对吧？这个随时需要，随时就去吃啊，这就是这个卖门传人的这个
一个标准玩法啊。这个肯德基其实我是比麦当劳更喜欢一点。我其实好久，我大概有多少年没吃过麦当劳，可能快10年没吃过麦当劳了。对，我除非是逼不得已啊，我一般是不吃麦当劳的。我可能肯德基有时候还会喜欢去吃，但是肯德基呢，我从来不吃全家桶啊，也不吃午餐和晚餐，肯德基我只吃早餐。啊，就是我经常是，比如在机场啊，特别是北京机场啊，还有几个我以前经常去的机场，我会记住它的肯德基在什么地方啊，还有包括高铁站啊，肯德基在什么地方。就是我只要去赶早班的飞机、赶早班的火车啊，都是肯德基啊，因为我特别喜欢肯德基的这个早餐，皮蛋瘦肉粥啊，这个油条，然后呢，那个叫什么豆浆和这个那个猪柳蛋帕尼尼啊，就是我一般是买这4样东西，然后装在肚子里啊，这个一上午就不饿了啊。当然这是2份早餐啊，这个有好多人是买1份的，我是买2份的啊。还有人说啊，我还是喜欢维加斯的心脏病烧烤那类城市啊，医院主题的装修啊，时刻要穿成病人扮相。穿着护士制服的小姐姐为你端上来，一道热量爆炸的心脏搭桥汉堡，现场提供体重秤，如果时刻过分超过了这个餐厅的阈值，可享受免费用餐待遇。死于暴食的顾客有机会被这家餐厅这个公开展示自己的骨灰。这个有点太猎奇了吧？这个我去过维加斯啊，但是我没有见过这个心脏病烧烤。以后我要去试一试，如果还有机会去的话，但是哎算了，这个听一听就很过瘾就可以了啊，这个就算了啊。还有人说啊，说这个 CEO 不如老黄啊，这个黄仁勋是走到哪儿吃到哪儿，什么都吃。哎呀，黄仁勋是一个多么纯粹啊，多么这个怎么说呢，多么商人的一个人啊！他真的是走到哪儿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一个聪明人啊！而且呢，他也放得下来啊，走到哪儿都是要出去跟人招招手啊，真的上菜市场去买买菜呀，对吧？这 CEO 绝对没有黄仁勋有名气，对吧？站街上估计都没人认得出来这种人。啊，然后这个还自己在这这么装，啊，这没办法，这不同层次的人吧。你像马斯克也是走到哪儿吃哪儿，对吧？你那川大统领更是走哪儿吃哪儿。还有人说挺无聊的一件事情，跟西贝有一拼。在我看来，人家就是正常咬了一口，为啥所有人都要一种吃法呢？看来今天没新闻了啊，这个还真不是。第一个呢，就是最近AI 新闻太密集了，我确实要找一些不同的选题。第二个呢，就是我的每一个选题一定是有我自己想去讲的事情啊，就是我真正要讲的东西是卖门精神啊和这个现在的 MAGA 和 MAHA 这些东西啊，这个才是真正我想要去讲的东西。至于说这个人他就不想吃汉堡或者就小小的咬一口这件事儿呢，这也没什么，对吧？他可能就不爱吃汉堡，那你不爱吃汉堡，你别吃呗，你找个爱吃的人来吃不就完了吗？对吧？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名气的人啊，一定觉得自己是个网红，这么自我膨胀，然后要出去指点一下江山，说你看看我就这么吃汉堡，那被人爆锤，这有什么问题吗？就该锤他，对吧？要么你就别吃啊，你说我就不吃这东西，没毛病啊，或者说我找一个这个厨师，找一个这个五大三粗的人，然后吃的倍儿香啊，这也行啊。你非找这么个人出来吃，那你何必呢？对吧？这种人不骂他骂谁？好像是说啊，小确幸的原文是小啊，后边这个不认识啊，他写了一个日文啊，是确定的幸福啊，微小但确定的幸福的意思，只是被台湾人拿去用了而已啊，和平替啊还是有点不一样的。用平替的人肯定还是不想只屈居于平替的，有好的用，还是愿意用好的。如果有文科生代表看到了，烦请核实我的看法是否准确。另外今晚就决定去吃麦当劳了啊，这个好吧？首先呢，我觉得小确幸这点您是说的是对的啊，就是使用平替的人心里其实是不平衡的
啊，他并不是追求小确幸。但是你要反过来说，追求了小确幸的人，如果现在他有条件去，这个再赢一次或者一直赢麻了，他愿不愿意去呢？还是说虽然可以赢麻了，我就追求小确幸了呢？啊，这个小确幸它到底是一种无奈的追求呢，还是这个一种主动的追求？我明明可以去赢麻了的，但是我就要小确幸啊，这个我不太确定啊，这个当然你说如果是主动追求啊，我就是追求小确幸了啊，虽然我可以赢麻了，我就主动这个了，那也可以。但你也不能这个说这个所有追求平替的人就一定是，就向往更好的生活。万一人家也是主动选择呢？比如说，这个有一些很有钱的人说，我们就愿意去找一些很平凡的东西来穿一穿，这个也不是说不行，对吧？马斯克不还站在街边上啃煎饼的吗？啊，好像是有过这样的一个传闻啊。这个黄仁勋不也是站在街边上吃炸鸡，然后坐在那个街边上跟越南总理一块喝啤酒吗？对吧？这个你就算他追求平替吧，对吧？我觉得从心理上，从那个什么上还是有区别的啊，但是总有小概率事件吧。好，继续啊，看了劳 A 直播啊，终于知道华人，尤其是混血怎么那么恨中国了，啊，完全在那边啊不被当人了啊，这个是不是华人在美国都不算人啊？这个你如果信劳 A 呢，您就别在我这儿转悠了啊。我是说以色列所说的那种非人啊，这个，我觉得你就属于不把自己当人啊，没别的。有人说直接在机器人客服里边报领导人的名字，秒转人工啊，这个还是不要跟自己过不去啊，人家万一秒给你转警察了呢，还要在中国装高华啊？您是高华吗？能吃猪脚饭就不吃麦当劳？哎，我猪脚饭是不吃的啊，我是不喜欢猪脚饭。老范只吃肯德基的早餐啊，这在德国属于凡尔赛了啊！德国遍地麦当劳，我的开车20分钟才去吃肯德基，为什么呀？为什么麦当劳比肯德基多这么多？德国人是那么喜欢麦当劳吗？这么奇怪，北京国内我印象里是肯德基多，麦当劳少，而且肯德基加盟费贵。就是原来麦当劳加盟费是500万的时候，肯德基的加盟费是800万。儿子有在用这些时下流行的 AI 工具吗？好奇现在大学对于 AI 工具的态度。用都在用，这个怎么可能不用呢？这是什么？这个最后这词不认识啊。那明显就是嫌弃的吃法好吗？不行就请川的统领来呀。对呀，川的统领直接吃了，肯定吃的可香了那玩意儿。这个我发现人工智能以后最大的一个问题，应该就是情感依赖啊，这个是真的啊。我反正现在对我倒还行，其实我并没有觉得 GPT-4o 就比 GPT-5或者是5.4好到哪儿去，因为我可能平时就是看报告看这东西看的比较多，看 PPT 看的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挺好的。而且我还觉得 GPT-5.4会更符合我的审美。麦门 CEO 的表情就像平时吃素的，这个可能确实受不了荤腥。俺之前谈过一个素食女友啊，她有一次试了一口，美国芝士汉堡啊，脸上生理性的憋不住。那这个确实是啊，它实际上是一种心理的这种怎么说呢？是叫过激反应。所以从来不跟他起，从来不跟他起什么名字啊，就是一个生产力工具。没有啊，你像我现在的龙虾就有名字啊，我的龙虾叫 BD1，啊，叫做Boat Droid One 啊，实际上是我喜欢打的游戏，叫做星球大战
失落的武士团啊，还有星球大战最后的幸存者，这个里头的这个跟随主角的这个机器人啊，就叫做BD1。而且我发现是这样，就是当它没有名字的时候呢，你会每次说要求；当这个机器人有名字了以后呢，你会每次跟他说你怎么样啊？这个你就会给他一个人称代词，他就有人格化了啊。这个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肯德基在欧洲基本都不行啊，是真不好吃，和国内差距太大。为什么呢？他们做的套餐不一样吗？没有做老北京鸡肉卷吗？其实我也没吃过老北京鸡肉卷啊，但是油条我估计他们是不做的啊。这个皮蛋瘦肉粥他们应该也是不做的。这个我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这个隐藏菜单。每周必须有一天午饭吃汉堡，麦当劳或者汉堡王。哎呀，这个汉堡这个事儿呢，在国内吃，就北京原来有汉堡节啊，就是汉堡，嗯，反正我觉得肯德基、麦当劳就属于比较劣质的汉堡啊，这个就属于快餐汉堡。汉堡王呢是勉强的起步啊，然后呢，这个叫 Shake Shake 吧，还是 Shake Shack？Shake Shake 这我忘了它怎么念了啊，这个那个是我觉得还可以说得过去的汉堡啊，那好像是纽约汉堡，但是北京是没有这个 In Out 的啊，In Out 好像只有加州有。Wendy's 呢，我在北京我也没见到过。然后还有一些小的汉堡店啊，那种就是不是连锁了，单店的那种汉堡啊，那种呢会更好吃一些。对于我来说，吃汉堡这件事呢，就是第一个牛肉饼呢一定要用明火烤，对吧？你说我这个牛肉饼是煎出来的啊，这个事儿就差一些。汉堡王的这个牛肉饼其实呢，有的是用明火烤的啊，就是它那个肉饼上有这个菱形格的啊，一般是用明火烤出来的。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菜要新鲜啊，这其他的 cheese 啊什么这个倒没有那么重要啊。对于我来说，就是第一个是肉要好，而且这个肉呢，明火烤完了以后里头才能有这个汁儿啊。甚至，哎，我怎么印象里在哪儿吃汉堡是跟人说是可以要几分熟的啊？我想不起来了啊。这个那个确实是要更好吃一些，好像那时候是在加拿大还是在哪儿吃的这种东西。哎，反正我到国外啊，第一件事是要去整个汉堡，第二件事是要去整个牛排，啊，这个就是到美国呀，到这种国家啊，一定要干这个活。在北京的话，就是实在馋汉堡了呢，我会去吃Shake Shake 啊，大概也就是这样了。原来还有一些，就是北京原来有一些小的汉堡店啊，那个做的很好，就是你只有到汉堡节上，他们才凑在一起来做。长时间吃素食真会生理性排斥肉味啊，这个已经是缺乏维生素 B12了，这个就不知道了。德国不知道，加拿大人的肯德基咸死啊，吮指原味鸡基本上就是严格的啊，这不应该吧？难得看到这么温和的主播指责劳 A 信众啊，这个劳 A 信众呢，我觉得劳 A 讲的好多东西呢，也不是说他就完全是假的，那也是个讲故事的人。但是你要把这玩意儿就当真的了呢，这个就主要检查一下自己的智商了。麦当劳的口味比较一致啊，这个麦当劳是卖汉堡的，德国人喜欢；肯德基是卖炸鸡的啊，两家店根本不是一回事儿。没有啊，我在国内吃肯德基，所有的店都感觉差不太多呀。麦当劳跟汉堡王才是竞争对手。汉堡王我觉得要比麦当劳要再稍微高端一点啊，特别是就是我原来特别喜欢双层皇堡，就是我以前在机场如果赶上午餐或者晚餐的时候，就一定是双层皇堡啊，晚餐一般不吃，就是双层皇堡这种东西一般是午餐吃啊，这个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如果我早餐到机场了，就一定是这个叫什么呢？一定是这个肯德基啊，然后呢，如果是午餐到机场了，就一定是双层皇堡。Wendy's，哎，北京有没有 Wendy's？我还真不确定啊。有的话，我要去尝吃一次。我在美国吃过这东西，俺就没在北美见过肯德基卖鸡肉卷儿，连墨西哥鸡肉卷都没有，不应该啊。北京是有墨西哥鸡肉卷，有这个老北京鸡肉卷，维生素 B12几乎全都来自于肉类啊，这个咱们就不研究了。
德国人不会做鸡啊，他们觉得火鸡比鸡好吃啊，那这肯定他们不会做鸡，这个可以判定了。Windows 已经没几家了啊，回头我去找一找。B 站也是双栏的，哎，B 站这事儿就甭提了。一般能点熟度的汉堡都是什么？这个词是怎么念的？ a la carte， 这个不认识啊，已经脱离快餐的范畴了啊，可能是这样的。就是反正我是有几次吃汉堡是可以点熟度的，然后我还有一次感觉吃汉堡吃的特别香是在哪儿呢？是在就是旧金山到洛杉矶之间，应该是1号公路吧，还是几号公路上？然后呢，在路上啊，我们开车在路上，然后一个应该也是墨西哥风味的汉堡，他们就是肉放在一个铁盘上煎的啊，它那个确实不是明火烤出来的，它是在铁盘上的，但是呢，它在那个肉上面撒满了那个芝士碎，再拿一个小锅盖啪往上一扣，然后让那个芝士碎彻底融到那个肉里边去，哇，那玩意儿太香了，那个也算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几个汉堡之一了啊。我现在吃 Wrap 比较多，这是什么呀？特别是如果能微波炉加热1分钟的话，比麦当劳好吃啊！这个我没见过。中国没有 Wendy's，好吧，那就没有吧。晚上好啊，这个感觉老范瘦了啊，你看到的是瘦脸滤镜，千万不要老觉得老范瘦了。拟人化之后感觉就像是个 Yes man，什么意思啊？但如果给他增加一些条件限制，让他严格执行的话啊，感觉又像是杠精啊。这说的是哪段啊？马上赛博吃播，不能赛博吃播了，这个我还有明天的视频还没出呢，对吧？今天又跟龙虾折腾了很久啊，因为特别是去折腾那个 notebook 啊，还是挺好玩的啊。这个今天差不多到这里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老范读评就到这里啊，然后最后还跟大家探讨了一下汉堡的问题啊，这个这个还是有机会要去吃啊。这个好，那么今天到这里，下周三老范读评再见，再见。